哦，对了，甜甜，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啊。你说。你说，当时你已经通过比赛了，为什么还让安白夜把大家的记忆都复原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当时把安白夜的事情告诉我之后，我就把你的事儿全部画下来了。啊，你看。有了这些话呢，不管安白夜再控制我多少次，我都不会忘记你这个小甜萝。怎么样，这个主意是不是超厉害？哎，对了，安白夜去哪儿了？自从你到我这儿工作之后，他就不见了。哎，算了，反正都已经过去了。哎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还在画漫画，这就够了。对。叹什么气啊？甜甜在干嘛？他现在应该在魏永清的工作室做助理，现在应该还挺开心的。哎，我说不要来嘛，自己找罪受。上去吧，和他好好聊聊。天天现在过得很好，我应该替他高兴才对。怎么，帅女跟他聊什么？哎，你太不了解地球女人了。我在地球浪荡12年。地球女人是一种特别复杂的生物。跟我说说。求我，快说。地球女人对战失恋有3种办法。第一种，在漫长的悲伤中消亡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只在夜深人静偶尔悲伤。那他呢，比较像第3种。第3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失恋之后迅速爱上他人。只要重新喜欢一个人，速度够快，失恋后的悲伤就追不上他。怪不得他那么开心。说不定啊，他已经把你忘了。忘了我也对，本来就不应该记得我。也对。他和凤流星在一起，神仙眷侣，2个都是画漫画的，有共同职业、共同爱好，以后还可以共同在漫画界叱咤风云。这不是挺好吗？他的世界本来就不应该有我。然后2、3年后，还有很多小天爵呀、小凤流星啊，满地爬。怎么？那跟我又没有关系。可是你想想，不管星海蔷薇发生什么事，预言之时还是要回到母星。你有什么神力，能让一个母亲和她孩子说：“哦，对不起啊，妈妈要离开你们，要和一个外星人去几亿光年外的星球。”这样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我只有这么说你才有反应。凤老师，你能不能先教教我？我准备好了，你来吧。哇！你欺负我是吧？哎呦！哇！哎，记住啊，冷静点儿。我冷静不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你来吧。哇！你别那么快，你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你欺负我是吧？哎呦！婷婷。你来干嘛？我没事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
就有事儿了，怎么又没事了？我跟他能有什么事？没事就是没事。田娟，你得跟我出来一下，干嘛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有话在这儿说。在这没法说。我不出去，要说就说，不说拉倒。那还是我出去吧。你们聊，你们聊。哎，别再往前走了。你不是要我别误会你吗？请保持一下咱俩的安全距离。今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什么叫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最近的状态很不理智，知道吗？我哪里不理智了？这2天都不好好吃饭，精神萎靡不振，就像生了重病一样。不是在 KTV 唱些奇奇怪怪的歌，要么就是在海边一坐就是坐好几个小时。现在都夜不归宿了，你觉得现在还正常吗？你这几天一直跟着我。我没有。安白夜，之前你一直跟着我是因为有个星海019，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跟着我呢？你不是让我别误会你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想想起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呢？我有我自己的人生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事要做。认识你是一个意外，离开你也理所应当。我已经决定远离你了，所以从现在起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也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可是我们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？我没有心灵感应，不论你有什么想法都能听得到。你让我不管你，我做不到。你像流星，改变了我的轨迹。你过来。听见心跳声，那我过来。在慢慢的贴近，我已无法喘息。你让世界陪我成为一场梦境。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是我笔下的唯一。每个眼神下，蔷薇色陷阱已经开始沉溺。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是我笔下的谜语，陪在我身旁。我们之间现在没有心灵感应，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离开了。旋律穿越万千星系，在时间的缝隙给我回忆。你像流星，改变了我的轨迹。
喂，喂，怎么了？没事吧你？没事啊。我能有什么事？奇怪了，你说这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啊？臭流氓！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听到什么？田觉的声音。没有啊。但是我又听到了。神经病！臭流氓！绚丽穿越万千星系，在时间的缝隙给我回忆。你像流星，改变了我的轨迹。多想就这样。搞什么嘛！你别以为你是穿越出来的，法律就不能制裁你。你这是拘禁，是绑架，是犯法的。我们是否能走向不同结局？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是我笔下的唯一。每个眼神下蔷薇色陷阱已经开始沉溺。你是我命中注定，是我专属的声音，陪在我身旁，黑夜到天明，有你的身影。在银河坠落的夜里，在时空交错的瞬息，每个故事里主演都是你，重复上映着遇见你。逃不过你的吸引，像环游太阳的星星，人都转这个是听诊器。人宇宙交替，怎么忘记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不就是喝水的吗？这是尿壶。喂，你一晚上没睡啊？眼袋都快掉到地上了。你就抱着尿壶坐了一晚上？有吗？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。明明没有了心灵感应，我还是能听到他说话，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在我身边，甚至连睡觉的时候我都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虽然你一直不敢承认，但你已经生病了。啊？而且这种病一直潜伏在你身体里，只是现在要正式爆发出来了。什么病？
这种病叫爱情，在人小时候，这种病会潜伏在他们的基因里。你和我都有这种生病的基因。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他们的智商会下降，见到自己喜欢的对象，表面波澜不惊，内心啊，就像一只小狗一样，已经摇起了尾巴。只有极少数人，可能终身都不会生这种病，但是他们会遭到其他人的歧视。大家都会问这个被歧视的人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生病呢？”他们会管这种不生病的人叫单身狗。可是你得了这种病，又知道自己要离开，不可能和田菊在一起，所以你一开始就不承认，假装不在意，是不是？而我就不一样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帮我解了这个项圈吧，我要办点事儿。你又想干嘛？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去解决。自己想办法。我，哎，不行啊！不是我不让其他歌手来我们这驻唱，那边那个大块头养了一帮混混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我们房东的儿子，他最近泡了一个妞，要求天天来我们这儿唱，如果不如他的意的话，就掀我们的场子。你看我们这儿也没什么生意啊，我真的是拿他没办法呀。真不行？真的不行。你确定？真的不行啊！什么事？借我点钱。你要干嘛？买个酒吧。大哥，我认识一些声乐老师，可以推荐你一下。你女朋友现在的唱功也不算无药可救，顶多就是半身不遂。好好学一下，肯定，是肯定啊，能成为一个 KTV 水平的歌手。哎，他现在这样，哎呀，太让人心疼了。大哥，我是真的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大家的耳朵着想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医院证明，挂号费、诊疗费、医药费的报销单，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，您一共要支付我4万块钱。我是在您酒吧受到非法侵害，监控也全程记录下来。您如果不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律师。经理啊，其实我帮你解决了个大麻烦，也算是为明耳朵除害了。你这不碰瓷儿吗你啊？我也可以不要任何的赔偿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？招他做驻唱歌手，让他上台唱歌。真的不行。喂，彭律师啊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我算是服了你了。
谢姐。太灵了吧！啊？就是 Live House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，我终于被录取了。开心吗？嗯。哎呦，我没想到像小丑鱼许愿这么灵啊！可不，小丑鱼可厉害了。哎，那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听我唱歌啊！说好了。一定。嗯。呀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不欢迎我？又在外边惹什么麻烦了吧？干嘛总觉得我惹麻烦？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惹麻烦的人吗？像。那年你把我捡回来以后，我确实给你惹了不少麻烦。先喝点粥吧。哎呀，反正我已经习惯了你给我添麻烦。在外面有什么摆不平的事儿，就再回来吧。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少了给你添麻烦的人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！不回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你不是一直让我回家吗？回家好啊，啊，回家好，你早就该回去了。多年前，我来到了这里，遇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你，谢谢。哼，今天怎么想起来说这么多肉麻兮兮的话呀？啊，我随手救起来的小猫小狗多了去了，不差你一个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别把所有好东西都拿去喂小猫小狗。哎，行了，别啰嗦了，就赶紧走吧。老头，我这些年也没攒下什么钱，就把车卖了。你用这些钱照顾好自己，还有，说了你也别不信，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家人。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反对无效。丁觉，你还好吗？看上去你有心事啊？有吗？没有啊，我能有什么心事？那昨天你们俩还好吗？咱不聊那个人了，行吗？哦，不聊。哎，冯有庆，你把我喊上来，不会就是为了问我八卦吧？哦，不是，我还有其他事情。唉，其实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的连载呢已经完结了。你也知道，我画完上一番连载，我已经没了9条命，花老师已经没了99条命，而且我们俩的血槽都已经见底儿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工作室新番必须马上要上，他们给我推荐了几个
但是我觉得不太合适，所以我就用我这个脑袋瓜这么一转，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新番。什么？星海蔷薇。是以工作室的名义来连载，但是署你的名字。我呢，只不过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机会。至于点击量什么的，都由你自己来负责。可是我不行啊。其实我也不是勉强你啊，我只不过就是这样吧。你听完我跟你说一个故事，之后你再做决定，好吗？冯老师，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，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毛笔漫，对吗？我一直不太敢问。我之前应该跟你提过，在成为国漫之光之前，我和林里一样，在宋庄混。当时我很穷，窝在一个半地下室里，窗户都被地面挡了一半，一年四季都见不到阳光。好辛苦啊！辛苦呢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也就还好。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陪着你，就会很复杂。他和我是大学同学，我们一起毕业，一起画漫画，一起住宋庄地下室啃馒头。那个时候的环境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坚持多久。那他也是毛笔画？对，毛笔画。那他现在？他不画了。哦。其实也没那么复杂，就是因为当时日子太苦了，他的父母逼他回去结婚，我当时又什么都没有，后来他就走了，回去结婚生孩子了。分手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对不起，是他选择了放弃，他放弃了自己，放弃了我，放弃了他最爱的毛笔漫。我说没事儿，没关系的，就是怪我没本事，我不能给他一个希望吧。可你后来成了国漫之光啊。所以说呀，最搞笑的就是这一点。他当时走了之后，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，我也坚持不下去了。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花老师找到了我，他说很喜欢我的漫画，于是我就连载了自己的第一部漫画，得了当年金龙杯的最佳新人奖。其实我真的是不在乎这些，我只是想好好的画漫画而已。你这么看我吧？冯老师，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是把我当成你前女友了吧？你也是想太多。偶像剧都这么写的。我像偶像剧里的男主吗？你这么说也是哦，你这样的只能当男二。哎，不过我说真的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哎，市场调查计划，市场调查计划是什么呢？来啊，看 PPT。什么垃圾男主角？哎，为什么不接受女主角？哎，就让安白夜和云霄逸在一起吧。男主是有难言之隐的，你们为什么这么骂他？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说？都心灵感应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？这个男主当初天天跟着女主形影不离，变相撩妹，到妹上钩了，他又翻脸不认人，这种渣男不该骂吗？他对女主好还不承认什么叫为了石头，什么叫欠我的，什么喝醉了。可他说的都是事实啊，他总不能骗人吧？为什么男主女主就一定要相爱呢？
男主不和女主相爱，那还做什么男主？你以为我想当男主吗？你以为我想让你当男主吗？乖乖，自己的漫画火了，不至于这么激动吧？关于星海蔷薇的连载，点击量爆炸，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呢？没想到这个田爵有2把刷子，居然能上热搜。你呢？联名上书求男主下线的热搜居然排在第2，仅次于高举元娜 CP。这个田爵，从白卷少女开始就自带热搜体质，有什么厉害的？不过是蹭了你的流量罢了，靠的都是运气。哎，花老师，这你说的不对了，起码有一点你是无法反对的。那你说说看，靠的是哪一点？田爵他从不脱稿。过2天就是田爵的生日了。同时，也是为了庆祝我们星海蔷薇的点击量破100万，所以我决定搞个趴。外婆，你鼓捣什么呢？今天是甜甜的生日，我要给她做菜，她最喜欢吃我做的菜了。哎呀，外婆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您说，您想给田爵做什么，我去买，您就别折腾了。今天是甜甜的生日，我要给她做菜。哎呀，我现在去买啊，您就老老实实的留在这看电视，等晚上田爵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吃大餐。今天是甜甜的生日，我要给她做菜。做菜。进来吧，吃点什么？我们的豆豉鱼不错。